俄乌方面，荷兰国防大臣3号表示，荷兰已经允许乌克兰通过其输送的F-16战斗机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据俄媒报道，目前已有10多个西方国家同意乌克兰使用其输送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称，俄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乌军10余次反攻，摧毁乌军多座野战武器弹药库以及榴弹炮等装备和一套电子战设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多架无人机、多枚导弹、航空炸弹和火箭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晚发布战报信息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共发生了102次交战，乌军继续坚守防线，防御并摧毁俄军的进攻。沃尔昌斯克、库皮扬斯克等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3号在新加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荷兰允许乌克兰通过其输送的F-16战机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奥隆格伦称，荷兰将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首批F-16战机。对于这批战机，荷兰不会对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方式做出限制，包括自主选择军事目标。换句话说，荷兰允许乌克兰通过其提供的F-16战机来打击包括俄罗斯境内目标在内的军事目标。不过，北约各成员国对战机使用限制的观点并不一致。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于5月28号表示，比利时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武器装备，包括F-16战机在内，只能在乌克兰境内使用。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则于5月30号称，如果乌方使用F-16战机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也符合战争规则。此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同意让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仅限于出于防卫哈尔科夫地区的目的。对于美方此举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利亚布科夫昨天警告美方，不要做出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的错误判断。他还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将防范乌军对俄方导弹预警系统的攻击，且俄方可能采取非对称性的回应措施。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3号报道，目前已有10多个西方国家同意乌克兰使用其输送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 Germany is one of the latest countries to give Kyiv permission to use its weapons to strike targets inside Russia. Now, in total, 13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11 in Europe, have agreed to that move. Now, however, the decision has divided the continent, with several nations strongly opposing it. 另一方面，应乌克兰的请求，瑞士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再举办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问答环节上，抱怨中方不出席此次和平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方应重视瑞士举办的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也一直同包括瑞士和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5月31号也公开对此表示了赞赏，中方的立场是公开透明的，也是公平公正的。毛宁表示，中方反复强调，和会应当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这3个重要要素。中方难以参会，正是因为本次会议暂时无法实现这3点。我想强调，中方对于召开和平会议的立场是公平公正的，不针对任何一方，当然也不针对这次峰会。中方是否参会，完全基于自身对会议的判断，相信有关各方能够理解中方的立场。此外，据巴基斯坦媒体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可能毫无意义，并且由于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巴基斯坦很可能拒绝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另据塔斯社3号报道称，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贝祖格拉亚呼吁不愿进行兵役登记的海外乌克兰人放弃乌克兰国籍。据悉，没有在兵役登记中心更新数据且没有返回乌克兰的海外乌克兰公民将被列入通缉名单，并将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贝祖格拉亚表示，这些乌克兰人应该放弃国籍。Дивіться, це механізм, Мар'яна, ви не розумієте до кінця, як це буде працювати. Якщо він не стане за кордоном, не оновить свої дані, не приїде в Україну, його подають в розшук.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відкривається кримінальна справа. Добре, хай здає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аспорт, бере інший. Мар'яна, ви готові втратити 11 мільйонів людей? А вони наші? Так, вони наш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风口费案罪成后，2号在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的节目当中亮相。在谈及被裁定有罪时，他表示自己会接受软禁在家或坐牢等判决，只是不知道公众能否接受。他还强调，对付他的人都是坏人，他将通过重夺总统一职来报复他的对手。当地时间2号，美国福克斯新闻刊播了对特朗普的一次专访，这也是特朗普在封口费案罪成后首次发声。视频片段显示，这次专访气氛友好，特朗普面对3名主持人侃侃而谈。在谈及自己入狱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如果被判入狱，他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公众将很难接受。I'm not sure the public would stand for it. With a, you tried house arrest or I think it would be tough for the public to take. You know, at a certain point, there's a breaking point. 对于爆发临界点到达后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并未做出详细介绍。不过，据报道，特朗普的儿媳、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拉拉·特朗普在被问及如果特朗普入狱，他的支持者会怎么做时，他表示，支持者们会在大选当天抗议。Well, they're going to do what they've done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is remain calm and protest at the ballot box on November 5th. 此外，特朗普在专访中还表示了对整个审判的不满，他直指整个过程就是骗局，极力否认被指控的34项罪名，坚称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情。令人玩味的是，在福克斯新闻公布该专访视频的报道中，新闻标题的关键词就是复仇计划。报道称，特朗普强调将通过重夺总统一职来报复他的对手。But people get it. It's a scam. Think of it. But they put this stuff in to create havoc. These are bad people. I know everything they're doing. I know every move they make. I get it. 特朗普在专访中还对几个关键话题发表了看法，包括如果今年11月当选，他对司法部长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他是否会解密几个一直被猜测的关键文件。Would you declassify the 9/11 files? Yeah. Would you declassify JFK files? Yeah. I did a lot of it. 事实上，在特朗普曾经的总统任期内，福克斯新闻一直被认为是他的官方媒体。频道的现场和电话采访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特朗普甚至要求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自助餐厅安装一台大屏幕平板电视，这样他就可以连续观看福克斯新闻节目。然而，这样的亲密关系在2020年大选之后终结。福克斯新闻的老板亿万富翁默多克当时嘲讽特朗普是失败者。直到今年1月，特朗普再次亮相福克斯新闻组织的现场活动，双方关系被认为正式解冻。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有分析指出，被定罪并不会影响特朗普继续竞选，甚至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具体判罚也有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可能会面临保释、有条件释放、居家软禁，乃至最高判处入狱4年等惩罚。如果被判居家软禁，特朗普需要戴脚踝电子环以便监控，但他可以通过视频进行竞选活动。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坐牢可能性极低。在特朗普儿子埃里克看来，获罪反而有助于其父亲在选举中获胜。特朗普竞选团队透露，纽约陪审团公布裁决后数小时内，他们收到的单日小额捐款金额几乎翻了历史纪录1倍，达到惊人的3480万美元。在24小时内，共筹集到5280万美元，相当于整个4月筹集资金的1半以上。埃里克称，这说明美国很愤怒，人们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支持特朗普。The American people came out, and in 48 hours after Donald Trump's verdict was read, our campaign and the RNC raised $70 million in digital fundraising. This is small dollar donations. And I think the amazing statistic to take out of that is that 30% of that money came in from people who had never once donated to Donald Trump.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被判罪名成立后，共和党建制派也表现出全力护主的姿态。众议长约翰逊2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指责曼哈顿检方将联邦政府武器化，并誓言将在规划范围内用尽一切进行反击。And now they want to call him the convicted felon. This will be overturned, guys.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It's just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do it. 约翰逊称，众院司法委员会近期将就特朗普被定罪举行听证会，纽约主审法官将接受质询。约翰逊扬言，共和党将动用法律体系内的一切合法工具，捍卫特朗普个人权利。
虽然被定罪后，特朗普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负面反应也在所难免。据路透社与民调机构伊普索在5月30号至31号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受访的共和党登记选民中，约56%的人表示封口费案不会影响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35%的人表示他们依然可能投票支持特朗普，但还有约10%的共和党选民称不太可能给特朗普投票。路透社指出，约1/10共和党选民产生动摇，可能会对今年美国大选产生重大影响。